这末世海洋世界的帝王蟹个头不如大闸蟹，玻璃炖龙虾也比不上鸡尾虾，再这样下去，肯定得饿死。我这是要死了吗？这是地狱吗？这是土，真的是土！末世海洋世界，祖祖辈辈都泡在海水里，传说只有仙界才有土地。我这是到了仙界，树，居然是活生生的生命绿树！这就是大树的味道吗？好香啊！大哥，你救回来的姐姐是疯子啊！好可怕！好帅！你们好啊，是你们救了我吗？啊！你别过来！你们说这里是大上王朝15年？我从2506年的末世海洋世界穿越到了古代，有大树，有土地，有新鲜的空气，终于不用一辈子泡在海水里了，太好了！你真的不是疯子？放心，我不是疯子，我只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美好的地方，有些激动罢了。咱们小渔村可是出了名的穷，家家户户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他竟然说这是美好的地方，大哥，他不是疯子，是傻子。我听到了，小鬼头，说人坏话不礼貌哦。小弟说的没错，我们这里确实是出了名的贫穷。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晕倒在海边？我叫灵犀，在海上遭了难，醒来就在这里了。是我大哥救了你，他把你背回来的。当时姑娘昏迷不醒，我也是情势所需，不是故意冒犯姑娘，望姑娘不要介意。我介意什么？是你救了我，我应该感谢你才对。感谢大帅哥救命之恩。他倒是明事理，与那些哭哭啼啼的女子大不相同。姑娘，你昏迷几天没吃见了，先吃点东西吧。吃吧，你们就吃这个？瞧他这白净的模样，想来没吃过苦，哪里看得上我们家的吃食？怕是嫌弃咱们家寒端。姑娘将就吃上2口吧，吃完早点寻回自己的家去。我没有家，没有亲人，也没有地方可去。婶子，您能不能收留我？这2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山上野菜都被挖干净了。我就算有心收留你，可你也看见了，桌上这点野菜饼已经是我们家最好的吃食，实在无力再多养一个人。是大海的声音，不用你们白养我，你们也别吃这黑乎乎的野菜饼了。我现在就下海去抓鱼虾回来给大家吃。不行，不行！姑娘，你听话，万万不能下海。那水是咸的，有毒，人沾久了伤身刺骨，碰都碰不得。海水本就是咸的，怎么会是有毒？这是谁说的歪理？不是歪理，是村里代代传下来的血月教训。海里的鱼虾个个比河里的大上数倍，都被视为海里的精怪，沾之即死。早些年，村里有人胆大不信邪，偷偷下海捞了一堆大白螺，结果他家吃过的人无一例外全都毒发死了。从那以后，全村没人再敢踏进海边半步。大白螺肯定就是有剧毒的海狮螺，那玩意儿的确有毒。难道他们就是因此将所有海产都当成毒物？你们全村人都是这么想的？从来没人敢下海捞鱼捞虾，这是村里的祖训。我们这辈子只敢种地苟活，谁碰海水谁遭横祸，真是守着聚宝盆饿肚子。老话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么肥沃一片大海不用，天天啃着难以下咽的野菜饼，简直暴殄天物。婶子，大海里根本没有什么精怪，鱼虾螃蟹全是能吃的好东西。你们等着，我现在就下海捞回来，亲自证明给你们看。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去送死！比起末世浑浊性稠的海洋，这里的大海干净纯粹，物产丰茂，简直就是天赐粮仓。莲溪姑娘，快回来！海边凶险要命，千万去不得！婶子放心等着，今晚带你们吃大餐。娘，他跳下去了！都怪我刚刚话说的太绝，逼得这姑娘赌气下海。这海水深不见底，她一个外来姑娘，万一出事，咱们怎么心安啊？太好了，我水下呼吸的异能还在这里下海，简直跟回自己老家一样自在舒服。这梭子蟹也太肥了吧，比我在末世海里抓的整整大了1圈不止。
居然是帝王蟹，这蟹腿都快赶上我胳膊粗了，这蟹腿里的蟹肉得多美味啊！算你们机灵，今天没带专业捕捞工具，暂且放你们一马。等我编好渔网，再来将你们一网打尽。这么多海产，足够沈家全家痛痛快快饱餐一顿了。他们看到肯定高兴坏了。那个姐姐在海水里泡这么久，会不会已经毒发身亡了？海里还有可怖的精怪，姐姐会不会被精怪一口吞了？娘，大哥、二哥，你们快看，大姐姐上来了！林夕姑娘，你可算平安回来了，吓死我们一家子了！你也太胆大了，半点不顾自己安危，有没有伤到哪里？海水底下可有凶险？没想到这刚认识不到1天，他们会如此担心我。活在末世多年，我早就习惯孤身一人，生死自立。原来被人惦记、被人关心的感觉这么温暖。放心吧，我好得很，半点事都没有。你们快看，我抓到什么好东西了！这是海里的大精怪！救命啊！姑娘，快将精怪溜远点儿！听话，老一辈都说海里这种大甲壳怪物是招祸的，万万碰不得，会要命的。婶子别怕，哪有什么精怪，这东西有名字，它叫帝王蟹。什么？帝王？这可万万不敢乱叫！坏了，帝王2字犯忌讳，在古代冲撞皇权是大罪，得赶紧换个名字。婶子听错了，它就是海里的海货，叫螃蟹王，肉质鲜甜，是正经能吃的吃食。走，咱们回去，我给大家做顿螃蟹下餐。林夕姑娘，这东西不能带回去，更不能吃，你赶紧扔了，你吃了会中毒身亡的。婶子，你放心，这螃蟹真的无毒，可以吃，而且它的味道比野菜可美味太多了。如今这山上野菜都快挖没了，大伙儿都填不饱肚子，你信我一回，咱们好歹能吃上一顿饱饭。他说的有理，若这螃蟹当真可食，往后家里便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都别慌，先跟他回院再说。小弟小妹，过来帮忙添柴生火。婶子，把蒸笼拿出来，咱们直接上锅蒸。他手法熟练稳妥，不像是乱说。万一真能吃，咱们一家以后就再也不用挨饿了。都照他的话做吧。小弟，你去劈柴，小妹，你去生火，我去拿蒸笼。也就他心思通透，比旁人看得明白。娘，这海里的东西真的能吃吗？我反正不吃，就是饿死我也不吃这海怪。等会儿出锅了，看你的嘴还硬不硬。香味都出来了，熟了，可以开吃了。刚才这螃蟹王还是黑乎乎的，怎么蒸熟就变成红色了？精怪变色，肯定是有剧毒。姑娘，听话别吃了，咱们穷点没事，就算啃树皮、挖野菜充饥，也不能碰这些海里的东西冒险啊。这螃蟹红彤彤的，难道真的有毒？我是不是太相信他了？他吃了，他真的吃了海里的精怪，太可怕了！他不会死在我们家吧？放心，我不会死。这玩意儿真的很好吃，比野菜好吃100倍，香，太鲜了，就是少点调料，不然更绝。娘，灵犀姐姐吃了好像一点事都没有，应该是没毒。我也想尝一口。放心吧，一点毒性都没有，特别好吃。你们确定不要试试？你吃下去，身体当真没有半点不舒服？你看我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大哥，怎么样？好吃吗？挺白，你别吓娘，你是不是中毒了？娘，我没事，一点事都没有。这蟹肉又鲜又甜，太好吃了！真的超好吃，比以前爹抓的河鱼还要鲜100倍。灵犀姐姐，我也想吃一口。天，这也太香了吧！婶子，你快过来尝尝。我的天，原来海里的东西真的能吃，还这么鲜，好吃吧？这些虾也好吃，肉质香甜。你们像这样把虾壳去掉，然后去掉虾头，就能吃了。你怎么知道这些海货没毒能吃的，并且你还知道做法？我老家住在海的另一边，我们那边世世代代靠海生活，天天都吃这些海产，当然知道怎么吃了。那可真是太好了，有了这些海货，咱们家以后再也不用挨饿啃野菜了。不止螃蟹，
海里的虾、贝壳、海鱼，样样都能吃，怎么做都鲜。那明天一早就让小妹小弟跟着你下海，多捞点回来。婶子，那我以后就长久留在你们家住行吗？你可是咱们家的大贵人、大恩人，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这儿就是你的家。一言为定。小弟小妹，明天大姐姐带你们去海边捡贝壳。太好了，终于可以在这儿留下来了。你们俩不会水，别往深处去，就在这片浅滩捡贝壳就行。蛤蜊、蛏子、生蚝、小青蟹全都能吃。太好了，我们今天一定捡满满一篓。我们肯定好好捡，绝不拖灵犀姐姐后腿。捡螃蟹一定要用钳子夹，千万别徒手抓，蟹钳锋利，容易夹伤手。我们记住了，灵犀姐姐。这片大海从未有人捕捞，资源极多，不用去深处，随便猫都有满满一篓。大虾太机敏了，不好抓，看来得赶紧做张渔网才行。海带最耐放，晒干能存一整个冬天，炖汤做菜都好吃，多采一点囤着。正好碰上石斑鱼，肉质嫩，没细刺，最适合沈家老小尝鲜。收获够多了，收工回家。灵犀姐姐，你快看，我捡了好多蛤蜊和生蚝。我也捡了很多。不错不错，你们都不错。这是什么？长得真奇怪。啊！这是什么东西？还喷黑毒汁！完了完了，我中毒了！小弟，你这是怎么回事？娘，大哥，小妹，大姐姐，我是不是活不了了？灵犀姑娘，我弟弟这真的是中毒了。大家别慌，他没有中毒，这叫章鱼，腹内藏有墨囊，遇着危险便喷出黑雾遮挡对手，方便自己逃跑。和书生写字用的墨汁是一个道理，清水一洗就干净了。竟和大哥读书写字的墨水一样，海里活物肚里还藏墨，也太稀奇了。又要胡乱嚼舌根。沈家大哥以前是读书人，难怪看着一脸温文尔雅的样子。这种螺自带剧毒，往后再见到万万不可捡食。其余贝类仔细刷净泥沙，便能烹制。知道了。沈大哥，劳烦你帮忙清洗这些海物，我去院墙那边晾晒海带。灵犀姐姐，这些成捆的东西是什么？这是海里生长的海带，属于海生草木，晒干后能存放整个冬至。炖汤、凉拌都鲜，还能滋养身子。她通晓海中万物，见识眼界，远非寻常乡野女子可比。婶子，方才在海边，小妹提起读书写字，你急忙制止。听白大哥神色也十分难看，这是怎么回事？听白9岁考同试第一，13岁就中了园子。当时所有先生都说他将来一定能入朝为官，出人头地。可谁知道会试那年，他的同窗陈彪就是现在的县太爷，偷偷换了他的考卷，顶替了他的名次，还狠心雇人打断了他的腿。竟有这么歹毒的事！他的腿原本还有治好的机会，可他爹走得早，家里颗粒无收，穷得连请大夫的铜板都拿不出来。从那以后，他心便彻底死了，再也不肯碰书本半个字。这般天资绝世、满腹才华的人，硬生生被恶人毁了前程，废了双腿。我一定要挣钱，请良医给他正骨治腿，绝不能让他困在这穷村里埋没一生。今天捞的海鲜这么多，家里根本吃不完。我是不是可以挑些品相最好的，送去镇上酒楼卖掉，既能补贴家用，又能攒下听白大哥治腿的医药费？灵犀姐姐做的海鲜也太好吃了，咱们捞了这么多，这下好几天都不用饿肚子了。镇上是有家大酒楼，听说是京城人开的，专门招待贵人。可村里人都把海吃当毒物，真的有人肯花钱买吗？不试试怎么知道？现在动身去镇上，刚好赶上酒楼备晚膳。婶子放心，海鲜的鲜味儿比猪肉好吃100倍，只要他们尝一口，绝对抢着要。小妹倒地，收拾一下，跟我去镇上卖
卖海鲜。小哥，麻烦问一下，走走走，乞讨去别的地方，别挡着贵客进门，耽误我们做生意。小哥误会了，我们不是乞讨的，是带了新鲜海产，想问问你们掌柜收不收？小哥，这螃蟹可好吃了，比猪肉鲜多了。你们怕不是拿我当冤大头？谁不知道这是海里的精怪毒物，也敢拿来卖？不是精怪，这是螃蟹王，能吃的。海里的怪物也敢说能入口？要是真能吃，我当场给你们下跪赔罪！别在门口碍事，赶紧走！对面醉仙楼天天出新菜，生意火爆，咱们酒楼没有特色招牌，冷冷清清。照这样下去，不出3天，酒楼必定关门。太子殿下息怒，老奴一定尽快研究新菜品，把醉仙楼的生意做起来。给我家小妹道歉！道什么歉？你们挡着我做生意，我还没跟你们算账，赶紧走！以貌取人，你们等着，等我把海鲜生意做起来，你们醉仙楼迟早彻底倒闭。海鲜？你快下去看看底下是什么情况。姑娘，我是福满楼的掌柜，你这桶里的海货当真能吃？当然，不但能吃，味道还极好，绝对是世间独一份的鲜味儿，别处根本尝不到。福满楼这是有救了！那你随我进后厨，亲手做一道我尝尝，味道要是过关，你所有海货我福满楼全要了。李掌柜的，怕不是愁疯了，生意干不过我们醉仙楼，开始信海怪毒物了。哎呦，这不是海边那种精怪螃蟹吗？听说碰了就出事儿。是啊，村里老一辈都说海里的东西吃不得。我看等他做完，直接把李掌柜毒翻，福满楼今天就得关门倒闭了。掌柜放心，我这海蟹味道能碾压醉仙楼所有招牌，有他在，你福满楼必定日日爆满。大言不惭！先不说海怪能不能吃了，就算他能吃，味道要比得过醉仙楼，我当场认你做祖爷。不必，我不收无知无品的孙子。就是一道菜而已，没损失，不如赌一把。好，我信你一次，后厨你尽管用。大家快来看，蒸熟直接变红，摆明就是有毒变了样，等会儿肯定要出人命。天哪，真变色了，看着就邪门。我就说海里的东西不能碰，这下有好戏看了。食材莫名变色，难道真是毒物？各位看清楚，我当众吃完，身体半点异样没有，这些无毒。大伙儿看到没？李掌柜中毒僵住了，我就说海货害人，真出事了！快躲开，别被毒牵连！掌柜吃后反应和大哥一样，应该不会有事吧？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人间至仙。我活了大半辈子，尝遍四方吃食，就连京城珍馐都远远不及这一口鲜美。姑娘，这珍品叫什么名字？这般美味究竟从何处得来？掌柜尽管放心，我们一家老好，连续多日食用各类海鲜，个个身体健康，安然无恙，绝对无毒无害。而且你也亲自试吃了，你可觉得身体有哪里不舒服？这倒是没有，这东西真是太鲜美了。掌柜的，既然真的没毒，味道还这么好，能不能让我们也尝一口，长长见识？今日这批海货是姑娘的售卖货品，不便吹分。诸位若是想尝这独家鲜味，明日可直接为福满楼试吃。从今往后，我酒楼新增独家海鲜招牌菜。原来海里的不是精怪，是宝贝。明天我一定来尝鲜。这下福满楼可要大火了！你们都不要命了就去试吧，我就不信了，一个海水精怪还能把我们醉仙楼比下去？我怕小命不保，我还是不来了。我也是，不能尝鲜把命搭进去。大家若是害怕有毒，明日大可以过来瞧瞧掌柜是否身体有殃。姑娘说的没错，我明天过来瞧瞧。既然如此，那我明日也来凑凑热闹。不管什么时候，在哪里，大家都好像有凑热闹的习惯。有众人见证，我彻底放心了。这批螃蟹王我全部收下。
还请姑娘将捧制方法和调味配法交给我后厨厨子。没问题，但我要与掌柜定下长期供货约定，往后我还有各式新鲜海产独家供应福满楼。若能长期拿下这独一份的海货菜食，我酒楼便有别家没有的招牌，客源必定源源不断。好，只要你有新鲜海货，福满楼只收你一家，但你也要答应只送我福满楼一家。一言为定，祝掌柜生意兴隆，我们合作愉快。借你吉言，如今大家虽知晓了海产，但还未正式开张，我给你公道价，一只螃蟹王5两银子，5只共计25两，你看如何？可以。25两银子，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灵犀姐姐也太厉害了。走，咱们上街好好采买一番，给家里添置物质，好好改善生活。灵犀姐姐，我们来马车行干啥呀？买车啊，来车行还能干嘛？买车？姑娘想看什么车？好用就行，主要拉货方便。那你可来对了，我这里马车、带篷车、小驴车样样都有。多少钱？最小的驴车2两，加布棚多1两，木架棚多2两，马车就更贵了。先买个简单驴车就够用，钱得留着干别的。不用介绍了，就要2两的驴车。老板，便宜点行不行？我们家太苦了，爹没了，大哥腿瘸了，我男孩年迈体弱。是啊，老板，行好吧，我们买车也是为了照顾残疾的大哥。行吧，看你们可怜，收你们1两8钱。谢谢老板，太谢谢您了。老板人真好，祝您大发横财，儿孙满堂。这孩子嘴真甜，额外送你块油布，下雨也能用。谢谢老板，您绝对是有大福报之人。这小丫头还挺会说，不过这年头人丁兴旺就是最好的福气。可以啊，小妹，你这砍价手艺也太绝了，跟我舅母学的。以前我去舅舅家。小妹怎么了？是表姐。大哥腿脚废了，以后娶妻难上加难。遇见表姐和男子搂抱的事，必须告诉娘，让娘做主。和大哥有婚约，还和外男举止亲密，搂抱抱。回去后一定要告诉大哥，让大哥知道表姐是个怎样的人。他们俩有心事？你们俩怎么了？没事，灵犀姐姐，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去买东西。走吧。几位客官，是要买布料还是现成的衣裳？买成衣。按我们3人的身形，一人备2套，再把那2套中年女装、2套男装都取下来，一并打包。好嘞。灵犀姐姐，我们每个人都有新衣服吗？自然，咱们有福一起享。灵犀姐姐，我来拿。真乖，越来越有小男子的担当了。这背影好像沈家弟妹，不过他们家又穷又破，老的老，瘸的瘸，怎么可能敢进这里来买新衣裳？不是说要买衣服，杵在门口发什么呆？没事，走，咱们进去。看来和表哥退婚的事必须尽快处理。灵犀姐姐，你买这么多细线做什么呀？用处可大着呢，过几天你们就知道它的厉害了。走，继续购物去。拿好玩。两位客官，拿好嘞。灵犀姐姐，我们来医馆干嘛？是不是你身子不舒服呀？我没事儿，咱们请大夫回去，给你们大哥治腿。给大哥治腿？几位抓药还是看病？麻烦问下大夫在吗？
家里人腿伤不便走动，想请大夫出诊。出诊可以，出诊费100文。灵犀姐姐也太舍得为我们花钱了，真的太好了！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这驴车是跟谁家借的？娘，这驴车是灵犀姐姐买的，不是借的。驴车最少2两银子，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婶子，稍后我再慢慢跟你说。先让李大夫给听白大哥看看，他的腿还能不能治。你还请了大夫，是来给听白治腿的？他居然专门请大夫回来给我治腿。这里疼不疼？上次背东西太用力伤着之后，一直隐隐作痛。他说的不会是上次救我把我背回来的时候吧？居然一直忍着。会疼就说明筋骨没坏死，还有生机，这腿能治好。太好了，能治！大哥的腿真的有救了！太好了。不过，大家先别高兴得太早。这腿伤拖了好几年，想彻底根住，花销极大，每月药加针灸要20两银子，最少坚持半年才能完全养好。半年下来得120两。多谢大夫实话实说，这腿我们不治了。这腿伤拖了好几年，想彻底根住，花销极大，每月药加针灸要20两银子，最少坚持半年才能完全养好。半年下来得120两。多谢大夫实话实说，这腿我们不治了。大夫，这腿我们肯定治，20两每月而已，不算难事。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总能凑出来。你知道20两是什么概念吗？够普通人家吃喝好几年了，别一时冲动胡闹。听白大哥，你信我吗？他的眼神太过笃定，竟让我下意识想要相信。难得，姑娘重情重义，夫君身有残疾还不离不弃，实在可贵。她不是我妻子，大夫可莫要毁了姑娘的清白名声。是啊，我家听白已经定了亲事，灵犀姑娘是我家亲戚。要是灵犀姐姐真能当我大嫂就好了，比那嫌贫爱富的表姐强100倍。我到底要不要把白天撞表表姐的事告诉娘？都是一家人，我是他家远房亲戚，过来投奔落脚的。往后还麻烦大夫您多费心，好好医治沈大哥的腿。放心，分内之事。置办这么多东西，到底花了多少银子啊？这些银子是今天卖螃蟹士王赚的吧？一共5只，1只5两，刚好25两银子。25两，竟赚了这么多！娘，千真万确，灵犀姐姐不光买了驴车、米面肉食，还给我们全家都买了新衣服。这怎么好意思？又是给听白请大夫治腿，又是给我们添置衣物，太破费了。婶子这有什么的？难道在您心里，我只能跟着你们吃苦，不能一起享福吗？不是，我绝不是这个意思。那您就安心收下，往后咱们一家人祸福与共。你这孩子实在是太贴心了，事事都想着我们，心思细腻，事事周全，善良勇敢，费心为我治腿，还毫无保留地善待我们全家，他真的很好。灵犀姑娘，这么多细线你买来是要做什么的？明天你们就知道了。今晚咱们做顿丰盛的大餐，好好热闹庆祝一番。大家快趁热吃。灵犀姑娘，谢谢你，让我们有新衣服穿，有大鱼大肉吃。你还给听白请大夫治腿，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灵犀姐姐就是仙女，从天而降来帮我们。我喜欢灵犀姐姐，灵犀姐姐你就一直在我们家不走了好不好？我可没打算离开。他说的是真的吗？快吃饭吧，烧鸡都要凉了。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吃烧鸡、排骨、大米饭。这也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饭菜。我们也是。这星空真好看啊！要是院里有张躺椅，再温一壶小酒，坐着赏星，那就太舒服了。谢谢。夜深路重，怎么还不回屋休息？今晚星空这么好看，早早睡了太可惜了。灵犀，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为我请大夫治腿，更谢谢你把我们一家从苦日子里拉了出来，让我们对生活有了盼头。你就不怕我只是说大话，根本凑不齐治腿的上百两银子？那也没关系，只要你在就很好了。西姑娘，你这是在编网？只捡螃蟹收益太少，有了这网兜就能捞更多鱼虾，多捕些晒成鱼干，咱们冬天也能吃。那我帮忙一起编，2个人做快很多。我也要学，我也能帮忙。
大姐，今天你们家必须给娇娇一个交代。弟妹今儿怎么有空来？我听说听白在海边救了个陌生女子，两人浑身湿透，举止亲密。你们明知娇娇和听白有娃娃亲，还纵容她这般行事，你让我们娇娇的脸面往哪搁？娘，大姑，表哥这般待我，我以后在乡里还怎么抬头见人？这是啥情况？弟妹娇娇，你们千万别听外面瞎传，听白只是救人而已，半点逾矩的事儿都没有。我不听那些废话，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舅母是听谁在乱嚼沈舌，才来我家说这些难听的话？听白，你丢了功名，腿落下残疾，我们家从没提过半句退婚。可你呢，把一个陌生女人带回家，同吃同住，你置我们娇娇于何地？表哥，你若是不喜欢我了，大可直说，何必用这种方式羞辱我？这事一旦传出去，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娇娇，是我们家考虑不周，让你受委屈了。灵犀姑娘和听白真的是清清白白的，你和听白从小一起长大，该清楚她的为人，她不是那浪荡子做派。自从听白断腿后，李家就百般嫌弃，处处刻薄。可听白如今腿脚不便，定要留住这门亲事，日后好歹有人陪她过日子。娇娇马上就要攀上陈县太爷做贵人了，今天必须断了这门亲事。还有当初他们给的5两银子聘礼，我也得扣下。姑母，我不想为难表哥，可表哥当初救这位姑娘有过肌肤接触，按规矩他理应对人负责。说的没错，既然听白碰过这位姑娘，就该负全责。看在多年亲戚情分上，当初那5两定亲临金我们也不退了，娇娇和沈听白的婚约就此作废。你们这是要退婚？我也没法子啊，你们家听白管不住自己，自然得对人家姑娘负责到底。舅母休得乱说，我和灵犀姑娘清清白白，你这般胡扯是要毁了她的名声。你也知道毁人名借不地道，那简单，娶了她不就完事儿了？好家伙，时光就到自己头上了！不行不行，可不能因为我搅黄别人婚事，太缺德了！舅母，万万不可！老话讲，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我和沈大哥干干净净，没有半点私情，根本用不着他对我负责。谁是你舅母？这门婚事今天必须退，没得半点商量。昨天在镇上我亲眼看到的，表姐跟一个穿锦袍的胖男人走在一起，那男人还搂着她的腰，她有心想好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小丫头片子乱嚼舌根，我撕烂你的嘴！住手，让小妹把话说清楚。小妹别怕，把你看到的原原本准说出来。我真的看见了，那个男人在大街上就搂着表姐，很亲密，表姐还对着他笑，他们一起去了布庄。我的天，大反转！原来是瘸腿才子被青州背刺了，也太惨了吧！你做事怎么这么不小心，居然被这小丫头看见了？我哪知道他会进城，还偏偏撞见了。弟妹，这事儿你给我解释解释。定然是小孩子看差眼了，做不得数。我没看错，表姐穿的是粉色裙子，头上还戴着银钗。原来你们迫不及待来退婚，是提前找好下家了。今天演这一出，就是为了坑我家5两银子聘礼。你们太无耻了！当初我家听白腿没断的时候，你们天天巴结着，如今就这般欺负他，你们还是不是人？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嫌弃沈大哥腿缺了想退婚，但是又不想退聘礼，于是跑过来闹这一出，还给我和沈大哥泼脏水，确实是无耻至极。5两银子给你们，谁稀罕你们这点钱？我家娇娇日后是要进县太爷家的，不差这点碎银。从今往后，两家一刀两断，婚嫁各不相干。一个瘸子而已，我不要了，赏你了。你现在对沈听白爱答不理，日后他必会让你们高攀不起。我呸！瘸了不说，家里还穷，连上学都供不起，没有功名，一辈子都只能是个废人。娘，大哥，李娇娇不是个安分的，就算嫁给大哥，也不会真心待大哥。是啊，娘，别为了不值得的人气坏了身体。好了，晦气东西赶走了，咱们该干正事了。灵犀姑娘，今日多谢您。这有什么好谢的？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家人。小妹、小弟，别愣着了，走，跟我去海边，给你们看个新玩意儿。灵犀姐姐，什么新鲜玩意儿？喏，就是这个，咱们今天的捕鱼神器。你和小妹就在这片浅滩捡贝类，记住我教你们的，有毒的海狮螺千万别碰。灵犀姐姐放心，我肯定看好小妹，多捡海鲜。灵犀姐姐，你又要下海吗？我去给你们抓点新鲜玩意儿。灵犀姐姐游得好快呀！咱们也赶紧干活，不能让灵犀姐姐小看了咱们。第一网就开张，有网兜就是快。还想跑？收你们来了！上次看到你们就流口水了，这么多波士顿大虾，有口福了。澳洲盐龙虾，这可是稀罕货，李掌柜吃了肯定抢着要。皮皮虾，这玩意儿椒盐最香了。差不多了，再捞就装不下了，赶紧上岸。
什么东西这么亮？竟然是金珠，这玩意儿可十分罕见。以前在海洋世界就有人愿意花数万元收购，在这里应该也能值不少钱。我必须要拿走，机不可失。天哪，这么大的金珠，还圆润无瑕，这要是拿到镇上卖，得值多少钱啊！发财了，发财了！谢啦，老帮。啊，什么玩意儿？红珊瑚，竟然是珊瑚树！我的天，我今天这是什么运气？这珊瑚树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随便一小只都能卖天价，这一整株得卖多少钱啊？到手了，发财了！这次真的发大财了！二哥，灵犀姐姐回来了！走，我们快去帮帮灵犀姐姐。小弟小妹，快过来帮帮我，太沉了！灵犀姐姐，你手里抱的是什么呀？红红的，像树一样。哇，螃蟹王、大虾，还有这个长须的，这是什么呀？灵犀姐姐，走，回家再说。这，灵犀姑娘，你这一趟下去，怎么捞了这么多？灵犀姑娘，你这网豆竟如此神奇，这才多久？这少说得上100斤吧？那是，我这可是特制的捕鱼神器。灵犀姐姐，刚刚那棵漂亮的红树呢？这才是今天的最值钱的宝贝。这是什么呀，灵犀姐姐？这是金蛋吗？能不能吃啊？这树怎么是红色的？这不会是金珠和红珊瑚吧？读书人就是见多识广，这的确是海洋金珠和红珊瑚。我只在野史上见过。大哥，这个很贵吗？不清楚，但我见过达官贵人的首饰里有珍珠和珊瑚，但珍珠都是白色的，珊瑚也是一颗一颗圆珠子串起来的。这金珠还有这整棵的珊瑚树，我从未见过，不敢评价。既然达官显贵都用珍珠和珊瑚装饰，那这两样东西价值一定不低。等下去送福满楼海鲜的时候，我把两样宝贝都带上，看看能不能遇到识货的人。掌柜的，又有客人点了螃蟹王，这灵犀姑娘什么时候才到啊？已经有好几桌等着了。李掌柜，生意兴隆啊！哎呦，灵犀姑娘，你可算来了！快把海货卸下来！哎，让后厨赶紧清洗干净出餐，别让客人一直催。这些是何物？这一桶是皮皮虾，那是澳洲龙虾，那桶是波士顿大虾，都是海里可食之物，口感与螃蟹王截然不同。李掌柜，试试。好吃，太好吃了！麻烦你将这些烹饪方法告知，东西我全都收了。可以。灵犀姑娘，我这儿有笔大买卖，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什么大买卖？实不相瞒，这里的福满楼是京城的分店，东家有意让其他分店也售卖海鲜。那得要多少货啊？而且我也没法运送，海鲜要保鲜，必须要冰镇。运送的事，凌霄姑娘也可放心，我们自己解决。至于海货，你有多少，我们要多少。我一个人捕捞肯定不行，不过要是能带着村民们一起干，行。我回去合计合计，回头给您准信儿。好，那就这么说定了。走，咱们去柜台结账，一共120两。灵犀，你数数。不用数，我相信李掌柜。灵犀姑娘，这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竟然如此宝贝，舍不得松手？李掌柜见多识广，或许会识货。这是在海里寻的稀罕物，想在镇上碰碰运气，看有没有人出得上价。稀罕物，能否打开给我瞧瞧？这是什么树？怎么这么红？不过挺好看的，是药材吗？算了，看来李掌柜不认识这东西，肯定出不上价。红珊瑚，有人认识？这红珊瑚我要了。真的是红珊瑚，
去年南阳就进贡了一颗麻雀蛋大小的珊瑚珠，说是他们的镇国之宝，父皇宝贝的不得了。这姑娘竟然有一整颗，若是把这个送给父皇做寿礼，他肯定喜欢。这身行头，一看就是个不差钱的主，姐要发财了。这位公子好眼力，你既然能认出红珊瑚，便应该知其珍贵。我这个可不是一颗红珊瑚珠子，而是一棵完整的红珊瑚树，极其珍贵。不知公子打算出多少钱？姑娘也是懂货之人，此处人多眼杂，不如我们去楼上雅间细谈。好。李掌柜带路。这株红珊瑚树，我愿意出2000两银子，姑娘意下如何？2000两！在这个时代，珊瑚并不是市场硬通货，一般都只有达官贵人才用得起，所以并没有完整的市场定价。我也不知道该卖多少钱合适，不过2000两确实不少了。姑娘，2500两，不能再多了。可以，公子是个爽快人。不过我还有一件珍贵稀奇的宝贝，不知公子可感兴趣？你还有？这是金珠？公子果然识货。这竟然真的是金珠！南阳使者曾经说过，海底白珠虽珍贵，但比白珠更珍贵稀有的就是金珠。100年难寻一颗，这简直是稀世珍宝啊！他还见过南阳使者，难不成这小子是皇子？姑娘，你这2件宝贝着实让在下开了眼界。这样，红珊瑚树2500两，这枚金珠我也出2500两，一共5000两白银。姑娘意下如何？成交。5000两！我是不是在做梦？痛，不是做梦。公子豪爽，又见多识广。若我下次寻得稀罕物件，不知你还收不收？当然，下次若姑娘寻得稀罕物，可让李掌柜书信联系我。行。发什么呆呢？灵犀姐姐，你简直太厉害了！走，办正事去。几位是抓药还是看病？麻烦通传一声，我们找李大夫。是你们啊？可是沈公子的腿又有不适。李大夫，这是听白大哥半年的诊工和药费，一共120两，您收好。姑娘真是重情重义呀！沈公子有你这样的亲戚，真是他的福气。灵犀姐姐，你对大哥真好。灵犀姐姐就是来拯救我们的仙女。咱们有福同享啊！走吧，我带你们去 shopping。老板，把你们店里最厚实暖和的棉被来4床，再拿些上好的棉布。好嘞，姑娘您真有眼光。最好的笔墨纸砚，各来1套。好嘞，这张罗汉床，这张八仙桌，还有这几把椅子，我都要了，送到小渔村沈家。没问题。哎呦，你们快看，这是沈家小妹弟弟，他家这是发财了，置办这么多好东西，我们连野菜都快挖不到了。他们家怎么还有钱买这么多东西？张大姐，你和沈家关系还不错，要不你去问问有没有填饱肚子的伙计。小妹啊，婶子想问问，你们家是不是有啥挣钱的门路？张大婶以前帮过我们，可这是灵犀姐姐挣的钱，我不能替她做主。婶子，我可以不说吗？哎，婶子知道我这样来问有些失礼了，可婶子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家里已经2天没开火了，我就想寻个活路，混口饭吃。灵犀姐姐，要不给张大婶一点海鲜吧？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我跟李掌柜谈好了生意，正愁如何开口找村民们。
如今婶子找上门来了，正好可以让她去告村民。张大婶儿想吃饱饭，简单。真的？你回去把村里所有想吃饱饭、想挣钱的人都叫到沈家来吃晚饭，我带大家一起发财。真的吗？太好了，我这就去挨家挨户去说，大家伙儿都来沈家，有饭吃，有钱挣了。这人不像咱们村的，到底可不可靠？别被骗了。咱们去不就知道了。他买了那么多肉和菜，再不济我们还能混到一顿饱饭吃。小妹，你告诉我，灵犀姑娘这是发财了，可就是有钱也不能这么造啊！娘，你放心，灵犀姐姐心里有数。她今日还去李大夫那里，把哥哥120两的诊分一次性交齐了。你说什么？他对我这般好，我该如何报答？沈大哥，这些送给你。灵犀姑娘，你有才学，不该被埋没。等你腿好了，可以继续读书考功名。以后你当上大官，我就可以抱大腿了。好，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灵犀，我相信你。婶子，今天我让全村的人都过来吃饭，你去村里叫一些勤快的妇人过来帮忙吧。这真是海里的东西，咋这么香呢？比过年杀猪还香。香是香，可那真是海精怪变的，祖训传下来的，吃了会出人命。各位叔伯婶娘，我再说一遍，这叫海鲜，不是精怪。我和二哥吃了快半个月了，你们看我俩除了胖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对，可好吃了。乡亲们，别在门口站着了，都进来坐，今晚管够。我说各位，你们一个个饿得前胸贴后背，连山上的树皮都啃光了，现在面对一桌熟透的美味佳肴，反倒怕被毒死。你们知道这桌上的东西在镇上的福门楼那里卖多少钱吗？多少？一盘10两银子。10两？福门楼那可是镇上第一酒楼，只有大官老爷才去得起的地方。不可能！我表哥前阵子还说福满楼生意清淡，都快开不下去了。那是前阵子，你和你表哥多久没联系了？现在福满楼靠我送的海鲜，天天宾客爆满，一桌难求。反正现在野菜也挖没了，左右不过是个死，与其饿死，不如做个饱死鬼。我的天爷呀，这肉也太鲜美了吧！我活了半辈子，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这真的没毒？我也要吃，我也要吃。这哪是精怪啊！这分明是海里的神仙肉啊！这真的比红烧肉还好吃！这真的比红烧肉还好吃啊！这么好吃，就是让我死也值了。大家都吃饱了？吃饱了。好，现在和大家说个正事，我有一条能吃饱还能赚钱的门路，相信我的。想跟我一起下海捞海鲜挣大钱，顿顿吃饱饭的留下，不相信我的，觉得海里的东西还是精怪，怕死的，现在就可以走了。下海捞海鲜挣钱，我留下，都犹豫什么？灵犀姑娘带我们吃上了饱饭，她肯定不会骗我们。我是灵犀姑娘，我要挣钱，我要顿顿吃海鲜。很好，人心齐了。现在第一步就是要造船，有了船就能带大家去更深的海域，打捞更多的海鲜，彻底改变大家的生活现状。咱们村里有木匠吗？姑娘，我做了一辈子木匠，手艺还算过得去。好，你一会儿留下来，跟我一起研究个东西。你还有你们，明天一早带上砍伐的工具，跟我去后山砍树。
看山干啥？你管那么多干啥？灵犀姑娘让干啥咱就干啥，准没错。好啊，沈家这是发了大财了，有这好事，不想着自己亲弟弟，光想着这些外人。不行，我得赶紧去告诉婆婆，没准婆婆出面，我们还能分一杯羹。姑娘，你这是要造船？对，这可使不得。我就小时候跟着我爷爷做过些小木筏、小渔船，这么大的船我见都没见过，更别提做了。我怕我做不好啊。大爷，没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况且不是还有我吗？我画，您做，咱们一起琢磨。姑娘，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这把老骨头就豁出去了。今晚您老早点回去歇息，明早和我一起进山挑木材。灵犀姑娘，砍这么多树到底要做什么用？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昨晚那顿饭你忘了？就当是报答灵犀姑娘了，让干啥就干啥呗。大家歇一宿，吃饭啦！都别干了，快过来吃包子！大家别急，没吃饱还有，管够。我已经3年没吃过包子了，都忘了包子是啥味儿了。大家放心，你们相信我，跟着我灵犀混，我保证以后让你们顿顿有肉，天天有白面馒头。一起干，一起干！你们回来的正好，可以开饭了。一日2餐，顿顿有肉。灵犀姑娘，你就是活菩萨呀！干一天活能吃到这么好的饭菜，值了。大家过奖了，好好做事，好日子提上了日程。明天我得再去海里捕捞一些其他种类海鲜，先去福满楼试试菜，打开市场。野生鲈鱼，肉质鲜嫩，到手。石斑鱼，清蒸最香。金枪鱼，这速度也太快了吧！你给老娘等着，等我的大船造好，非得用渔网把你捞上来不可。客官，您的菜。李掌柜，你这新上的椒盐皮皮虾绝了，外酥里嫩，鲜香入味，和螃蟹王完全不同口感。是啊，还有这澳洲龙虾，肉质紧实弹牙，鲜甜无比。福满楼现在可是咱们镇上的头一份儿。承蒙各位厚爱，这都是我们新来的海鲜师傅手艺好。掌柜的，灵犀姑娘到了，还带了些新品种的鱼，问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这就去。这是野生鲈鱼，这是石斑鱼，都可以红烧或者清蒸。又有新鲜玩意儿，太好了！灵犀姑娘，小店的生意如今就全指望你了。上次我给你提的供货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已经在扩大规模了，最多7天，我就可以开始大量供货了。好，那我如实转达给东家。走，我们去前台结账。灵犀姑娘，你这海鲜一上，我这福马楼天天爆满。你看看对面醉仙楼，现在他们可是嚣张不起来了。那是他们当初没眼光，我说过要让他们开不下去。福满楼，灵犀，你们欺人太甚！再这么下去，我这醉仙马楼就要关门大吉了。不行，我得去找陈县令。县太爷，你可要为小人做主啊！莽莽撞撞，火烧你眉毛了！县太爷真烧眉毛了，醉仙楼快开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前些日子不还好好的？都是那福满楼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海鲜，抢走了醉仙楼所有的生意。再这样下去，醉仙楼就要关门了。什么？一个小小的酒楼，竟敢跟本官作对！老爷，别生气了，喝碗参汤消消火。走开，别来烦我！老爷，您这是怎么了？可是为了福满楼的海鲜一事生气。你怎么知道福满楼的海鲜？昨个我娘来了，
说小渔村里有人在靠卖海鲜赚钱，还带动村民们一起，此事肯定与他们有关。灵犀姑娘，你这个图纸画得很是详细精妙，明日咱们便可开工造船。不过砍回来的木料挺多，应该还有不少剩余。是我特意交代的，多余的木料我准备翻新沈家的房子。灵犀姐姐，你要给我们建新房子，太好了，太好了！灵犀姑娘，这怎么好意思？你已经为我们做的太多了。他聪明、耀眼、心善，让家里吃饱穿暖，赚钱给我治腿，现在还要修缮房子，我必须要赶快好起来，为他分担。大船顺利完工，从今天起，我们便能出海捕鱼了。不过，出海之前，我要先检验一下你们最近练习的水游术和憋气术。不是说海水有毒吗？我们下去游会不会被毒死？不知道还会不会被海里的精怪吃掉。我来。天白大哥，你的腿……李大夫说了，我现在正常行走已经无碍，我想试试。大哥太厉害了！乡亲们，这海水没有毒。原来在水里不是用腿走，而是用手划着走。我也要去，我也去。灵犀姐姐，快救我大哥！我大哥腿抽筋了。不好！1、2、3、4、5，怎么还没醒过来？灵犀姑娘这是男女授受不亲，这光天化日之下，她怎么能……你没事了，太好了！她刚是在亲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太好了，哥，你活过来了！都给我闭嘴！我知道你们很难理解，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刚刚是在救沈大哥。人在溺水之后会暂时闭气，失去呼吸，如若抢救不及时，人就会这么没了。我刚刚给他渡气，是为了能够让他再次恢复呼吸。原来灵犀姑娘是在救人，我还以为你是在占便宜。灵犀姑娘竟然还会这等救人的法子，太厉害了！以后咱们会经常和海水打交道，万一有人溺水，你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施救。记住，在生命面前，什么男女授受不亲都是虚的，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行了，今天都下着了，回去好好歇着，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咱们正式坐船出海。偷偷摸摸，小人行径，肯定又憋着什么坏事。在看什么？没看什么，走吧，咱们回家。祖母，您知道吗？大姑家现在可发达了，听说造了大船卖海鲜，赚了不少钱，连房子都翻新的跟大户人家似的。胡说！你大姑一个寡妇，带着3个拖油瓶，能有这能耐？你莫不是听差了？娘，是真的，我亲眼瞧见了的。你想干什么？娘，您看大柱现在天天扛活，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不如让大姐给安排个轻松点的活计，好歹能贴补家用。再怎么说，大柱也是他亲弟弟啊。之前因为娇娇的婚事，我和大姐闹得那么僵，现在哪好意思上门开口？你这没用的东西，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顾着面子？娘啊，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祖母，您就帮帮我们吧，都是一家人，大姑看在您的面子上，肯定不会不管的。好了，都别嚎了，去，现在就上门。娘，您瞧瞧，这院子这摆设，真跟大户人家似的。大姐是真发财了。天白哥，你的腿好了？你们来干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老婆子来女儿家都不行了？外祖母误会了，娘，外祖母来了。外祖母您自便，我回屋了。自从爹去世后，外祖母就再也没登过我家的门。我被陈彪打瘸腿那次，家里无米进锅，母亲去求他借点米，
最后空着手回来，哭得眼睛都肿了。这次登门准没好事。娘、弟妹、娇娇，你们怎么来了？哼，你们一个两个的是什么意思？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娘，您这是说的什么话？行了，别废话。我听说你们家现在发达了，还造了大船。你弟弟现在没活干，你给他在船上安排个轻松的活计，好歹能贴补家用。怎么，我老太婆说的话在你面前不好使了？珠子可是你的亲弟弟。别说出海的事和我们没关系，就算有关系，我们也绝不会安排。放肆！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目无尊长，大人说话，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插嘴？当年母亲每次去找祖母家借粮，泪流满面，空手而归。我仕途无望，表妹和舅母上门退婚，我读的圣贤书教会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敢问舅母一家何曾对我等有恩？你大姐，看看你教的好大儿，这么目无尊长。就算沈清白现在腿好了，也无权无势，空有一副好皮相又有什么用？还想干海鲜发财？那我就断了你们的财路，看你们如何嚣张。动作麻利点儿，砸了船底，让他们明天出不了海。动手！敢动我们的船，找死！说，谁派你们来的？我们就是路过。路过还带着大锤，不说，那我就把你们送去府衙。别，我说，是李娇娇，是李娇娇让我们来的。李娇娇，你的人你自己认吧。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派人砸我的船，还想装傻？信不信我去报官？报官！我告诉你，我家老爷就是县太爷陈彪，县衙大门朝哪开，你心里没数吗？陈彪，好，很好。林夕姑娘，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日全村出海在即，不必与这等小人纠缠，误了大事。好，今天暂且放过你，这笔账我记下了。沈大哥，当年偷换你考卷又打断你腿的，是不是陈彪？是。我果然没猜错，这笔账先记着，他日我们连本带利一起算。现在最重要的是明日出海，还有过几天听白大哥去镇上私塾的事，眼下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灵犀姑娘，这船真能出海？是啊，咱们祖祖辈辈都没敢下过深海。怕什么？有我在，保你们满载而归。我信林香姐姐。就是这儿，大家听我号令，把网撒下去。别急，等鱼虾进网，收网。这网好沉！天哪，这么多海鲜，发财了！咱们发财了！灵犀姐姐，你看，全是宝贝。这个是螃蟹王，这个是澳洲盐龙虾，这个是野生石斑鱼，这些都能吃，味道鲜美。大家看清楚了，像这种河豚是不能吃的，要清理出来丢掉，记住了吗？记住了。快看，这海龟体型这么大，定是成了精，肉质肯定肥美。住手！这海龟不能杀。为啥？这么大肯定好吃。海龟是海里的灵物，杀了会遭报应。原来如此，听灵犀姑娘的。这大海的馈赠，得懂得珍惜，才能长久。这么多海鲜，却只有一辆驴车，肯定装不下。灵犀姑娘，不用担心，明天我们几个兄弟肩挑背扛，保证误不了福满楼的生意。就是人多力量大，这点海货算个啥？行，那明天就辛苦各位叔伯兄弟了，今晚都回去好好歇着，养足精神。这么多海货，光靠驴车和人力挑根本运不完，得去多买几辆马车才行。灵犀，我明日就动身去镇上，去治腿。一边治腿，一边去私塾。
这不行，这是你辛苦赚来的。这是投资。投资？对啊，我看好你沈清白，将来必定是状元之才。现在给你投点本钱，等你飞黄腾达了，我可就有靠山了。你就不怕我再次落榜，让你血本无归？我信你。沈清白，我灵犀看人的眼光从没错过，我相信你。好，我不会让你失望。哎呦，灵犀姑娘，你可真是我的财神爷啊！瞧瞧，瞧瞧，这螃蟹王，这大龙虾，个顶个的肥，你总能给我带来惊喜。李掌柜，今儿的货你可还满意？满意，太满意了！自从咱们福满楼有了海鲜招牌，那生意火爆的连门槛都快被踩破了。现在镇上谁不知道吃海鲜就得来我福满楼。这是上次的货款，您点点。我相信您，往后咱们每日下午7点左右来送货，您看如何？下午7点，这夜间路径运输快，货送到，您后厨正好连夜备菜。第二天一早，那海鲜的鲜味儿绝对是头一份儿。妙啊，还是灵犀姑娘想得周到，就按你说的办。乔姐妹，那就是福满楼的财神奶奶，听说她家顿顿吃海鲜，比县太爷还阔气。可不是嘛，听说她还要带全村人一起发财呢。可惜我不是那村里的人。姑娘，您又来了，这回是看马车还是？不用介绍了，要2辆最宽大、最结实的马车，能拉货的。好嘞，您稍等，我这就给您挑最好的。我的天，又来买车，这灵犀姑娘挣钱跟玩似的。走，去买东西。给我装1000斤大米，放那车上。哎，好嘞。我要1000斤肉，装马车上。走，回家。这有钱了，花钱也太大手大脚了吧？乡亲们，饭也吃饱了，咱们该算算账，给大伙儿结算工钱了。工钱，咱们有饭吃就很满足了。是啊，灵犀姑娘，你管我们吃饱喝足，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哪还能再要你的钱？话不能这么说，我灵犀做事向来一码归一码，咱们今天能满载而归，靠的是大家伙齐心协力的劲儿。从砍树造船到出海捕捞，再到家里的老人、嫂子、孩子们织捕渔网，每个人的辛苦我都一笔一笔记在这儿呢。今天我就要按劳取酬，给大家发工钱。发工钱给我们？灵犀姑娘，你是说真的？我们这些老骨头小娃娃也能领钱？当然，在我这儿没有白干的活儿，也没有不值钱的力气，只要肯出力就有回报。好了，都别愣着了，现在按我念到的名字，一个个上来领钱。张大婶织网3天，照顾孩童，共计1两银子。1两银子，我1年都存不上1两银子。灵犀姑娘给的工钱竟然那么多，谢谢，谢谢灵犀姑娘。老木匠造船监工，技术指导，共计5两银子。灵犀姑娘，是不是给太多了？您是手艺活，工价肯定高一些，你们可有意见？没有意见，本就分工不同，我等不会眼红。人心就是这么聚起来的，有了这些人，别说1艘船，就是一片海，我也能给它翻过来。大家静一静，钱领完了，还有东西要发。大家回去的时候，每家每户派个代表去小妹和小弟那儿领1袋米、1提肉回去。原来那些米和肉都是给我们买的。灵犀姑娘，你简直是我们的活菩萨呀！别说这些了，大家领完东西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养足精神，明天还要努力干活，赚更多的钱呢。好，听灵犀姑娘的。大家排队来我这里领米，去我二哥那里领肉。钱和粮食只是第一步，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双手能创造出比这更美好的未来。人心齐了，这渔村才算真正活了。出发！怕不怕？不怕，
有灵犀姐姐在，我什么都不怕。好，记住我教你的经验和方法，今天由你全权指挥。是。张叔、王叔，带人去左前；李叔、赵叔，右前准备。听我号令，撒网，就是现在！撒网！收网！嘿呦，嘿呦！马了！我要撑破了，发财了！这小子长大了，回来了，都平安回来了。听白，可是科考未中。娘，考得如何已不重要了。陈彪，他早已放话，从前他不会让我考中，如今更不会让我有出头之日。大哥，又是那个陈彪，又是陈彪，仗着权势就能一手遮天，毁人前程。难道在这世道，平民百姓就活该被踩在泥里，永无出头之日吗？不，路还没走到绝境。当初在福满楼那个买下金珠和红珊瑚的公子，我或许可以去找他。我有办法，我们或许还有翻盘的机会。灵犀姐姐，你有法子帮大哥？我不能确定，但我们总要试试，不能坐着等别人算计咱们。可是对方是县太爷，先让沈大哥把考试文章写下来，咱们把它交到更有权有势的人手里。那万一……没有万一，咱们现在只能赌了。灵犀姐姐，这是你的珍珠盒。灵犀姐姐，你把珍珠拿出来干什么？你不是说这是你最宝贝的东西吗？要攒满一整盒，串成独一无二的项链戴呢。项链以后可以再串，但现在我们要用它去帮沈大哥换一个公道。他竟为了我的前程，连自己最珍视的东西都舍得拿出来。这份情，这份义，我何德何能？此生若不能护他周全，许他一世荣华，我枉为男儿。李掌柜，有件事得麻烦你。灵犀姑娘，但说无妨，能帮的我一定帮。劳烦您修书一封，就说有许多品相极好的野生珍珠，务必请你东家见上一面，一定要快。姑娘放心，此事我亲自举办，今日就一并送出，保证那位贵人尽快收到。多谢李掌柜，日后要有我帮得上的，尽管开口。姑娘言重了，你我合作这么久，我信得过你。快回去吧，等我的好消息。这丫头肯定有什么事儿要东家帮忙。竟有这么多！只要公子能帮我一个忙，这盒珍珠我分文不收，全当谢礼。姑娘，我虽喜欢奇珍异宝，但绝不会去做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公子误会了，我所求并非违法之事，我只是希望这位名叫沈听白的考生的答卷能顺顺利利地送到考官手中，得到一个公正的评判。考生的答卷自然会……你的意思是，有人在科举中暗箱操作？我只想用这些珍珠换沈听白一个公平的机会。下这么大的血本，你对这个沈听白就如此相信？我相信他。这字迹，这文采，此等才华竟被埋没至今。好文章，字字珠金，句句锦绣，此等文采堪称经世之才。只是如此大才，为何我从未听闻过沈听白此人？公子有所不知，听白大哥之前便已复考，却遭人恶意顶替功名，甚至被打断双腿，险些毁了前程。直到最近，他的腿才彻底痊愈。岂有此理！竟有如此偷梁去辱、丧尽天良之事！灵犀姑娘，你且放心，此事我定会彻查到底，严惩不贷。你回去告诉沈听白，让他明日便动身前往京城待命，我定还他一个迟来的公道。那位公子已经答应帮忙了，还让沈大哥明日赴京，一定会严查。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听白，你的冤屈终于要洗清了。太好了，灵犀姐姐太厉害了，大哥太厉害了。对，大哥，灵犀姐姐都是最厉害的。对，这次多亏了灵犀姑娘，
你真是我们沈家的大福星、大恩人。灵犀，别说了，快去收拾东西吧。快看，是咱们镇上的新科状元，真是年少有为，年少有为，一表人才啊！若是当初我没有推荐，那现在风光无限的状元夫人会不会就是我了？看什么看？别拿你那无眼觊觎状元大人的俊秀容颜！灵犀，我现在已经是状元了，你能嫁给我吗？你现在是状元郎了，我这个渔家女的身份会不会让你很丢脸？而且我绝不容许自己的夫君三妻四妾。这门是真大事啊！寻常有钱商人都三妻四妾，何况是状元老爷？好，我答应你，灵犀，一生一世一双人。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嫁给你好了。